俄乌战争好久都不聊了普京呢，距离下台肯定是越来越近了，要不然就是距离他自己的生命终结，反正肯定是有一个。因为呢，咱们现在都看出来了，就是俄罗斯呢把战争打成这样一个战争，你本来是在其他国家上打仗的一个战争，不是别的国家对俄罗斯侵略的一个战争。如果是别的国家侵略俄罗斯，那我相信普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肯定是众志成城。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历史上都是这样。但如果它不是一个别的国家打俄罗斯，而是个俄罗斯对外的侵略战争，侵略的还是跟自己一脉相传的一个乌克兰，然后战争现在打成这样，把战火都引到了俄罗斯的土地上，因为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乌克兰是没有能力去侵略俄罗斯的，乌克兰也没有野心去侵略俄罗斯，乌克兰只想把自己被俄罗斯侵略的土地拿回来，这个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这种程度大家都明白，其实这个战争已经没什么心思，不要说去普京打，任何一个国家咱们到这种程度，就是仗打的这种程度，估计老百姓心里可能都挺清楚所以得不到自己俄罗斯民众的一个支持，普京其实是已经很难了。战争到现在扛下去，他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是他早点完全下去和晚点完全下去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赢的一丁点可能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因为毕竟人民吧，就是他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体制，所以他还算自由体制的国家，而且俄罗斯人都还是很个性化的。俄罗斯因为打这个仗，外交现在毁到了什么程度，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国家都已经不再听话了。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的大使还去威胁哈萨克斯坦，说哈萨克斯坦也有大量的纳粹化，说不妨碍到时候俄罗斯可能要帮助哈萨克斯坦去纳粹化。你这个东西以前肯定不用说的，以前哈萨克斯坦都是看俄罗斯眼神实施的，现在这个话说出来，哈萨克斯坦就坚定的反击。这什么意思？就周围的兄弟因为打这个仗都丢了不是为了保家卫国的一场战争，为了侵略的战争，把周围所有的兄弟都打没了又不能得到国内的民众的认可，然后打到呢侵略别的国家，打到自身经济发展遇见了重大的难题，老百姓生活物资都遇见了重大的难题，没有办法解释了。这个战争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了，而且征兵征了这么多人，没有办法解释了。对，这个还是我这个话，其实不管是对谁都没办法解释了。就是中国如果习近平打台湾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周围所有的人都离心离德，经济垮的不能再垮，而且不是为了中国的保家卫国，那我估计也没得解释了。中国自己再打下去的难度可能都很大然后呢，核战争呢目前是打不了核战争目前肯定是打不了的，因为呢，别看他填了这个核武器，很多中国人都叫嚣。我看中国有的论坛上几十万的人都在留帖子叫嚣，让普京去打核战争。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是什么样子的。这中国你离俄罗斯这么近，你以为就俄罗斯天天俄罗斯发个导弹把人家打了，全世界只有俄罗斯有核武器吗？俄罗斯打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不要反击吗？牵扯不到你中国身上。回来再问一下中国人，这么多叫嚣的中国人，就法西斯嘛，独裁嘛，这中国人现在都是有病似的。不管是哪一个核战争打过去，老百姓不死人呐，一个核武器发射过去，几万几十万老百姓死了，中国人在乐什么呢？死这么多人，中国人高兴是吧？就现在的中国人呢，就真的所以人家说新冠疫情，说好多人新冠疫情说现在不行，病要死掉了什么这些东西的我有时候也开玩笑说，你也得想想，说不定老天也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惩罚。就全世界你想想为啥？就你现在中国，我已经写了，你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你疫苗没有用，你解散，你不是今天这种结果，那就怪了，好吧？所以呢，俄乌战争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没啥可看的了现在不管僵持啥局面，就早一天晚一天，普京肯定得下台，大概率得嗝屁因为这场战争呢，如果我们是俄罗斯人，
我们都不会支持，经济全打没了，外交全打没了，生活的安定全打没了，俄罗斯的乌克兰的炮天天都在我们身边炸着，对吧？所有的盟友全消失了，竟然我们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去打这一仗。那你想这个仗打到现在你还打个屁呀，就等着死了啊！所以这个不用聊了，俄乌战争以后大家也不用关注了。为什么我不太讲？我只是今天讲一下。第二个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当年的国民党输给了共产党？这是什么原因？我跟大家讲啊，有没有发现在中国历史上一路走下来，小人当皇帝的人特别多？对呀，你好好想想，赵匡胤黄袍加身吧，对吧？朱元璋原来是一个什么和尚？记住了，君子跟小人打仗的时候，君子永远会输，知道吧？国民党很腐败，很多问题，但国民党骨子里，从建党的孙中山到蒋介石，他骨子里就导致自己是一个君子。共产党从毛泽东到一系列走的人，导致自己就是个小人。所以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博弈的几千年，大家记住了，绝大部分时候君子一定会输给小人，因为绝大部分中国的国民都是乌合之众，都是没脑子的。小人做事是什么？叫无所不用其极，所有能用的招都会用，好招坏招阴招阳招，只要是招什么都敢用。君子总是有限度的，听明白了吗？君子做事总是有限度的，你有限度你就得输给小人，这就没什么可讲究的。对呀，大家肯定看过周星驰的功夫，那功夫火云邪神为什么能当天下第一？那火云邪神打输了，哎呀我输了，在那什么狮吼功大喇叭，紧接着呢小人暗算，所有跟他差不多对手全死了。所以火云邪神说，我就是喜欢天下武功比我厉害的，我希望就是有人把我给打死。但实际上他是个小人，他在真的打不过别人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招数去暗算别人，把别人干掉。所以我相信肯定历史上在这个电影里这个电影里肯定历史上有比火云邪神更厉害的功夫，这个电影里，但是肯定是被火云邪神给干掉了，因为火云邪神就是小人啊，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战场上商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商场上现在能在中国商场上留下来的，记住了啊，火的包括福耀玻璃在内，真心话啊，不是开玩笑。所有你见过只要能在中国战场上商场上活着的这些人，现在还活着的，通通是小人，君子全死了，全死了，不是被中国的商业环境搞死了啊，就是被竞争对手搞死了。这君子一定是活不下来的啊！马云肯定是个小人，那你想都不用想。马化腾也绝对是个小人，不用想的。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说这话得罪人，反正我都得罪几十年了。只要在中国啊，俞敏洪那绝对是个小人啊，不用想的。哈哈，对呀，就卖玉米那个事儿，自己有时间自己好好去琢磨琢磨好多事儿，利用中国的那种乌合之众的心态，这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为什么我们做生意做到现在，哎，中国模仿别人抄袭别人，为什么我总说技术中国永远没戏，君子才会认真花时间花功夫研究用于50年100年200年的，小人不会，小人一定是拿来主义，小人一定是盗窃。对，就像我以前直播说的一样，现在告诉我中国有多少艘航母，多少艘什么巡洋舰驱逐舰多牛逼，我说对，他们只有一种什么？一种发动机。对呀，燃气发动机只有一种，是从乌克兰转让的技术给他们的，某种程度算半偷半拿的。除此之外没有了，剩下都是特别落后的柴油机啊，蒸汽轮机已经没法去用了，就是没有，我们就没有研发。航天也是一样，到现在没有研发，航空也是一样啊，就那919 C919，你有那个钱数几千个亿，你拿来给老百姓干点什么实事不好？我们总是说我们做一个飞机能赶超别人，全世界都没这么干的。你看看波音那个飞机多少零件都是万国产，空客的飞机多少零件都是万国产，只是一个在法国总装，一个在美国总装而已。
看看那个光刻机都是万国产，那只是在什么，在荷兰总装而已。你中国很牛逼，你要自己干，你这不是逗吗？那你说我中国为什么呀？既然我自己，你干个屁，你干得了吗？全世界试了那么多人，人家都试不出来，人家才万国产。也就是你最后最佳结果就是一个总装，花几千个亿也就到一个总装的水平啊！中国说，哎，我不用，我200年超过波音空客，你有一件事这么干过吗？一件事都没有过，你自己吹牛逼自己信啊？全世界谁信啊？人类走到现在，所有的现代化工业都有自己的规则跟制度，都是万国产，各个国家产自己好的。你中国连个最基础东西产不了，你就要把所有东西自己产了。那你说不，我也是万国产。你既然是万国产，你那么高成本，你要走这么多年干嘛？有同学告诉我，中国要这个技术慢慢磨练，你傻呀？实验室有技术做样机是不是就够了？做样机技术就留下来了，你不用真做个 C919，落后别人30年50年的飞机，然后造这么多落后的飞机卖给中国人，耗油多飞得短，让中国人一代代飞，靠飞，然后一边学习，你飞还不见得能飞上人家。你说为了防止别人有一天断供，全世界都是万国产，人家断供了，你自己就能自己生产出来了。你到现在你的高铁，如果你断供了，你高铁都使不了，中国的高铁就都得停止。所以呢，就是永远在做这种东西，就是小人，就是小人，全是小人思维。中国什么时候都做不了一个君子思维，永远是一个小人思维。一个小人思维的党领导这个国家，他怎么可能走向未来？他跟君子打的时候，偶尔确实能赢。通过底下方式把高盛搞定，美国华尔街一些个人搞定，那中国共产党干得出来。全世界判间谍，中国共产党也干得出来，那小人都干得出来啊。人家不会干这事，中国会干呢。但是这个东西最终对你发展自己有用吗？没有用，因为小人永远在找捷径，永远在找捷径，他不会找一个堂堂正正之路的。君子在短期内肯定干不过小人，但是长期他会找一个堂堂正正发展的道路的。所以呢，回过来我讲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国民党输给共产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君子在短期的竞争中输给小人特别正常。但是如果给君子和小人都有独立的空间去发展的话，小人永远都是没办法去跟君子比的。对，没办法啊。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做成这样子的啊？就是这几十年我也讲了，我们小人呢，我们把未来100-200年的资源全花了，资金全花了。所有社会能支付的成本全花了，然后整个国家社会600多万亿负债，我们发展这样，这就是小人的发展方式。对，不会去想未来，永远在走捷径，寻求捷径。然后这次出的中央金融报告，你们再看看是不是又是小人？对呀，这不就是小人行为吗？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这中国共产党干多少这种事儿了？有机会讲吧，中国共产党这个小人的。